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花一茄的频道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为大家准备一道非常简单的水蒸蛋。这道水蒸蛋呢，我会用那个日本的调味，就是类似茶瓦木系的那种味道。OK， 它的做法很简单，只是要如何完美的蒸出一个好的水蒸蛋呢？当中里面有一些细节是不可以忽略的，而在这支影片呢，我会把这些细节都很详细的跟你分享。那么我们来一起做出这道非常好吃又简单的水蒸蛋。那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就开始吧。OK，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材料。我们会用4颗鸡蛋，然后这里有一些江鱼仔。还有一些虾仁，这个虾仁呢，就是在蒸好的时候才放下去的。然后一点点的昆布，还有这个小香菇。这个其实呢，它是那个红喜菇，我只是把它的那个尾巴剪掉，剩下它的头，然后切一点花这样子，纯属是美观的装饰。最后也是跟虾一起拿去做点缀的。好了。这里就是我们要的材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。首先，我们来煮一个很容易的高汤，先倒入500 ml 的水，然后开火，再加上这个已经洗干净的江鱼仔，还有昆布也一起下去煮。水煮开了之后，我们就转成小火，让它煮一下，煮大概是10分钟左右，把这些材料煮出味道就可以了。10分钟之后就可以关火，然后就把这些汤汁过滤干净。OK， 然后放置一旁备用。然后呢，我们来打鸡蛋。接下来呢，在打散这些鸡蛋的时候，就不用太用力的打，轻轻的就好了，避免它产生太多的气泡。气泡呢会导致蒸蛋的表面不平滑。接着我们就可以加一点点的盐巴，分量大概是1/4茶匙。加了盐可以让那个蛋白质更容易的凝固，然后再稍微的搅拌一下。这时候呢，千万就不要加酱油，太早加入酱油的话，蒸出来可能会有带一点点的酸味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看看4颗蛋呢，一共是200 ml 的蛋液。接着我们就用一个温度计来测量刚煮好的汤汁。当它的温度冷却到50到50度之间。这个就是最好的温度。温水呢，可以让蛋液更均匀的凝固，可以避免在蒸好的时候中间还是水这样子。蛋液是200 ml， 汤汁就需要加到500 ml， 比例是1:1.5。这里是200 ml 的蛋液，还有300 ml 的汤汁，一共是500 ml，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。然后这些剩下的汤汁呢，等下我们会用它来做一个酱汁，先把它放到一旁。
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大的碗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这些混合好的蛋液，好好的给它过筛一下。要做出嫩滑的蒸蛋，这个过筛的步骤是省不了的。因为鸡蛋里头呢有些蛋白，无论你是怎么去打，都无法把它打散的。这些蛋白呢是非常的固执，就像我们的生命里，偶尔会出现一些异常固执的过客，而我们呢也不必太纠结的去想该如何说服他们，因为呢这是极其疲乏，还有消耗意志的差事。而我在想呢，对这些人，我们保持那种搏插的态度，对大家都好。你说是不是呢？过筛干净之后，就可以准备拿去蒸了。当水煮开后，我们就把它转成中小火，然后放上这个蒸架。接下来再把这碗蛋液放在上面，然后呢，再盖上一个大盘子，防止水蒸气回流，导致那个鸡蛋的表面有坑坑洞洞这样子。接着我们就放一根筷子在锅的边缘，然后再把锅盖盖上，让锅的边缘保留一条缝隙，那么有一些水蒸气就会从这里溜出去，以减少锅内的压力，这样鸡蛋的表面就可以蒸得非常的平滑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让它蒸20分钟，20分钟过后就可以关火了。就算你没有马上把这个鸡蛋拿出来，让它在蒸笼里面保温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1比1.5的比例，这个蒸蛋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就会蒸过老。把蒸好的鸡蛋拿出来之后，我们就来调配酱汁。这里是刚刚剩下的酱汁，我们为它加2汤匙的酱油，还有1汤匙的味淋，然后呢，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接着再把酱汁倒入锅里。刚刚所剩的酱汁并不足够，所以我有加了一点点热水。加入虾仁，搅拌一下。还有这些小香菇也一起下去。把虾和香菇煮熟后就搞定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起锅啦。我们就先淋上这些酱汁，这个酱汁其实不会很咸，然后你放多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接着我们再把配料摆上去就可以了。我用了虾仁和香菇，只是做示范罢了。你要放其他的备料也是绝对可行的哦。那我就先尝一尝吧。哇，你看那个鸡蛋是多一这样子的，从这个画面你就可以看得出它是多么的滑嫩。确实是真的很滑。这道水蒸蛋呢，它的口感其实是挺接近那个茶碗蒸西的。假如你想歪茄分享茶碗蒸西的做法的话，不妨留言告诉我。不过呢，我就需要去买那个小碗，那个小小的蒸碗来做这个示范。好了，假如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话，在这里呢，歪茄就诚意的邀请你订阅我的频道，就按下旁边这个红色的按钮，然后呢，也按下旁边的小铃铛。那么呢，当我有新作品推出的时候，它就可以第一时间的通知你，那么你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啦。好了，谢谢收看，约定你下次见，拜拜。